多肉叶片蔫了，多肉叶片黄掉了，多肉叶片边缘发黑了，多肉长斑了，等等。你的多肉遇到过这类问题吗？你以为是化水吗？你以为是虫害吗？你以为是肥害吗？不，你错了。你的多肉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晒伤了。大家好，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本期内容我们分享一下多肉晒伤的内容，因为多肉晒伤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分为2期视频来说明。本期是多肉晒伤的原理说明，下一期视频我们说一说怎么预防晒伤以及晒伤后的解决方法。提到给肉晒太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不要暴晒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要死磕的话题就是暴晒。你可能会说，暴晒谁不懂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才在度夏的过程中导致了不少肉的死亡。我们对暴晒这个词会有误解，是因为我们打心眼里觉得肉是喜欢阳光的。有时候我们会计算一下肉直接晒到太阳的时间，并且期待这个时间越长越好。在强烈的阳光下，肉的叶片往往显得透明感十足，色彩也变得十分明丽。这更会让我们误以为肉晒在阳光下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情。很多花友都以为只有气温上升到35摄氏度以上，而且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才需要遮挡阳光。暴晒吗？自然是盛夏时节，大中午的时候在非常强烈的太阳下晒才算是暴晒咯。其实我想说的暴晒的标准比你以为的要低得多。多肉避免晒伤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暴晒。避免暴晒的意思是不要把肉暴露在直射的阳光里。这里的暴是暴露的意思，而不是非常的意思。多肉暴晒的误解。对于暴晒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同样的环境下，柔嫩的铜钱草、酢浆草、含羞草都是直接放在阳光里晒的，从来没见过它们晒伤，凭什么肉就会晒伤了呢？看起来肉厚厚的叶片确实要比铜钱草要结实多了，但是铜钱草这类植物在阳光下有一项肉比不了的特异功能，就是大量蒸腾水分。水分蒸发可以让铜钱草的叶片迅速降温，而肉则不一样，它们的天性就是保住水分。虽然叶片也有气孔，但却是阳光越强烈，气孔就关闭得越紧，生怕水分通过气孔散失掉。所以通过蒸腾作用散热的手段就比铜钱草这类草花要差得多了。生活在沙漠里的很多仙人掌都只会在夜里开花，天亮之前花朵会闭合起来。为这些仙人掌授粉的生物也是夜里活动的夜蛾或者蝙蝠。很多番杏科肉，比如生石花、肉锥花的花朵在正午时分也会闭合，就是为了避免暴晒造成的大量水分散失。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户外停车，我们都懂得要把汽车停在阴影里，即使是斑驳的树影也好。如果我们很随意的露天停车，那么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车内的温度就会高得不可思议。如果使用照度测量软件，我们也很容易测出，同样的环境里，阴影里的照度只有几千，一旦被阳光直射，就会瞬间达到几万的照度，相差10倍甚至更多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忽视暴晒的原因。让我们忽视阳光暴晒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是气温。我们知道气温升高本身就是强烈阳光导致的结果，如果气温不高，当然阳光也就没有那么强烈咯。对于肉来说，虽然说需要充足的阳光，但这个需求却是有限的，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都知道，肉们依赖光合作用来合成有机物质，肉细胞中的每一个叶绿体都是一个太阳能工厂。开动这个太阳能工厂需要2种原料和1种能源的密切配合，原料就是水和二氧化碳，而能源则是阳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以为肉的水分是充足的，毕竟它们的厚的叶子里不都是水吗？其实不然，肉在不到危机的时候是不会动用叶片里的水分的，所以不管它们的叶片里储藏了多少水分，只要土壤已经干燥了，它们就进入到缺水的状态中，然后光合作用就会减弱。还有二氧化碳，我们也常常忽略二氧化碳的缺乏。肉为了避免白天散失过多的水分，是在夜晚收集二氧化碳，以供应白天光合作用来使用的。所以在白天，肉们的二氧化碳并非来自于空气中，
它们的二氧化碳也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它们储存的二氧化碳用尽的时候，光合作用也会减弱。由于下午的时候，肉肉储备的二氧化碳由于消耗而变得不足，所以下午的阳光比上午同样强度的阳光对肉肉的伤害更大。花青素的形成，光合作用减弱后，阳光对于肉肉来说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肉肉会消耗养分来做一些抵御阳光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我们很欢迎，就是花青素的合成，这会让肉肉上色，从而变得漂亮。另一件事情则是蒸腾作用变得活跃。用不完的阳光会导致肉肉的叶片迅速升温。为了降低叶片表面的温度，肉肉不得不开启气孔，通过水分蒸发来降温。那些颜色比较深的肉肉会比浅色的肉肉升温更快。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分补充进来，肉肉的细胞会迅速失水，重则晒伤晒死，轻则导致肉肉发生叶片干瘪的情况。举一个很粗略的例子来说明暴晒给肉肉带来的影响吧。假如说一颗肉肉在光合作用的时候，消耗水、二氧化碳和阳光的比例是1:1:1。肉肉昨晚收集了10份二氧化碳作为储备，该肉肉的根系1小时内可以从土壤里吸收1份水。如果我们把肉肉放在每小时能提供1份阳光的环境里，每天晒10个小时，肉肉就能茁壮成长了。那如果我们提供的阳光更强烈一些，每小时提供2份阳光呢？按照1:1:1的消耗比例，肉肉的根系能够提供的水分就不够了。肉肉必须消耗一些叶片中储存的水分，来消耗过量的阳光，并且合成一些花青素来抵御阳光。这时的肉肉就可能会变瘦，但也会变得艳丽一些。同时，5小时以后，肉肉储存的二氧化碳用完了，这时的肉肉完全无法合成任何有机物质了。此时每小时的2份阳光都是过量的，这导致肉肉迅速升温。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肉肉被迫开始通过蒸腾作用来散热，这就消耗了更多的水分，让肉肉变得更瘦。现在知道肉肉暴晒的秘诀了吗？强大的根系用来保证水分的供应速度，充足的水分确保根系有水可以喝，疏松的土壤确保根系呼吸顺畅，提供足够的能量供应给细胞生命活动。枝繁叶茂确保肉肉在夜晚可以收集到足够多的二氧化碳。良好的通风确保肉肉在通过蒸腾作用降温的时候，水分能顺利蒸发出去。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度夏时5种避免暴晒的情况。度夏5不晒。1. 根系不好不晒。发根期或浮盆期的肉肉，在度夏时要特别注意遮阴。在充足散光的条件下，这些肉肉很可能已经长得很好，但在暴晒的环境里，根系往往不能持续供应水分，一旦暴晒就会严重晒伤。新上盆的肉肉最好集中放置在一个区域，这样更方便我们特殊照看。它们更需要保持土壤潮湿，并避免暴晒。2. 土壤太干不晒。虽然说肉肉通过蒸腾作用降温的能力本身就很弱，但是蒸腾水分依然是降温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在土壤缺水的情况下，即使肉肉根系良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水分供应的肉肉，就缺少了自我降温这种保护能力，一旦暴晒，就非常容易晒伤。3. 土壤太湿不晒。无论你用是颗粒土的排水性能有多么好，刚刚浇透水的时候，透气性都是不够的。干燥的天气里，好的颗粒土可以在1至2个小时内恢复透气性，如果天气潮湿，则时间还会更长一些。不透气的土壤里，肉肉的根系活跃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特别湿的土壤，肉肉的根系无法呼吸，导致自我修复能力和吸水能力都会变差。这时候暴晒就容易造成热水阻根，结果可想而知了。4. 土长肉肉不晒。由于土长的肉肉往往急需阳光，所以我们常常急于把土长的肉肉拿出去晒，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土长的肉肉无论茎秆和叶子，都是充满水分的虚胖，不够结实。如果突然暴晒，表皮细胞难以抵挡突然的强光，就很容易被晒伤。土长的肉肉最好循序渐进地增加光照，避免突然暴晒。5. 空气湿热不晒。高湿的空气会减缓肉肉的蒸腾作用，
让肉肉失去部分散热功能。肉肉很不适应夏日雨后乍晴的天气，这种天气又湿又晒，肉肉敞开气孔，却很难降温，很容易就晒伤了。夏季遇上阵雨，特别是午后会放晴的阵雨，要特别小心晒伤，最好能在天晴之前就给肉肉们遮阴。如果有条件，还可以打开风扇吹吹，帮助湿热的空气循环起来。有的花友可能会问，这也不能晒，那也不能晒，那我该怎么做呢？小建议，在这里，我建议花友们在自己的窗台或者阳台上选择一半的空间悬挂遮阳网遮阴，这样遮阳区域的中部阳光最弱，两侧则渐强。最怕晒的肉肉可以摆放在全遮阴的位置。对于肉肉根系强健程度参差不齐的花友，部分遮阴是个好办法。在你的南窗台的窗口上竖着悬挂一条遮阳网、纱帘、纱巾或者一些轻薄透光的织物都行，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半遮阴区域。半遮阴区域可以有效地帮助肉肉避开正午时最火辣的阳光。本期关于多肉晒伤的原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介绍怎么预防多肉晒伤，以及多肉晒伤后的解决办法。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养护经验。另外，社区已经开通，里面也会有一些多肉和花卉的知识，如果感兴趣可以来交流。感谢你本期视频的陪伴，我们下期见。